巴基斯坦又给乌克兰提供了一批弹药，据称呢，这是由中国援建的工厂生产的。印度看了这个事儿啊，心里是真够酸的。那这些弹药呢，其实也不是白给的，所以乌克兰内部呢就有声音在批评美国和西方，让乌克兰陷入了债务危机。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啊，现在又有2艘船啊从巴基斯坦开往了德国和波兰的港口，这里边有各种武器弹药。英国呢也派飞机来空运了这些弹药。主要来说呢，这里边除了有一些武器之外，大多数的还是大口径的炮弹，像122、155毫米的炮弹，这个呢也是现在啊这个乌克兰急缺的这些东西。要说起来呢，这些炮弹呢还是巴基斯坦用这个中国当年帮他这个建设起来的这个弹药厂来生产的。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现在啊，是巴基斯坦已经给了乌克兰不少的武器装备了。你比如说吧，巴基斯坦就把自己那个 T80U 坦克交了一部分给乌克兰。你要说起来，这个 T80U 啊，这个坦克又是乌克兰哈尔科夫那边生产的，现在和好，又转回去了，又给回你了啊。巴基斯坦呢还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少的弹药，据说现在像122、155毫米这2种大口径的炮弹呢，初期的时候已经提供了7.5万发，后来呢这炮弹越来越缺，这个在西方的这个催促之下，巴基斯坦这边一共给了10几万甚至接近20万发的这个炮弹。所以巴基斯坦这么做呢也不奇怪啊。首先一个，他要在这个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来做这个平衡，因为巴基斯坦呢，它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这巴基斯坦的国内经济不是要出这个大问题了吗？缺钱啊，怎么办呢？就要向这个 IMF， 就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去借钱，这个是美国控制的嘛。那美国那边讲啊，这个除了有各种条件之外啊，他还要敲打你巴基斯坦，你要是说想借钱可以呀，你得赶快向乌克兰这边提供更多的炮弹，因为美国和西方现在这种消耗型弹药的产能啊，已经用的是够可以的了，所以呢，他就要到处去搜集一些东西来给乌克兰提供。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白给的了，基本上是西方这边来出钱。这不是西方有援助乌克兰的各种计划吗？西方这边出钱然后呢，由这个巴基斯坦生产，巴基斯坦这边呢还能增加自己的一些收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呢为乌克兰提供了弹药。但乌克兰这边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这不同的声音了，因为这打了都1年多了嘛，这个越打也看不出这个打的希望在哪里啊。这些人就批评西方，也批评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说这样的援助啊，它又不是完全白给，很大一部分将来我们还是要还钱的，这等于我们是在使用这个美国和西方提供的这个贷款啊，那将来我们这越钱越多，而且战事怎么样也不明朗，将来我们就会掉进这个债务陷阱的呀。作为印度这边看到这情况啊，那可以说真是这个羡慕嫉妒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啊，他其实也想和西方这个拉近关系，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呢，他寻得一种平衡，但是他不行啊。印度的这个军备、这个军事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俄罗斯，他现在不能做出太出格的这个事情啊，否则这个俄罗斯这方面要是搞僵了之后，那印度的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他这一方面，哎呀，真是有点酸。看着巴基斯坦在这边可以这个左右逢源搞平衡，印度这一点来讲，也就是默默不语的在那边自己泛酸的。外界就有分析认为啊，巴基斯坦这种做法呢，那就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很大的疏离。其实这话根本就不用听，这个就是在离间中巴的关系。因为这种事情来说呢，本身就是巴基斯坦它内政自己要决定的事情，而且在俄乌冲突上，我们一直是坚持着这个中立的立场，我们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这个正常的这种关系。至于说巴基斯坦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肯定不会去干涉这个，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